虾米酱们，我是墙头跑酷10级选手酱子。大热综艺持续爆更，提神醒脑，保证 respect。酱子最近不但要为了选秀节目里的小哥哥们打 call， 还关注了一档超有戏的婆媳综艺《婆婆和妈妈》。原本以为是什么温馨的真人家庭剧，结果打开了一本当代年轻人的恐婚指南。强势妻子、双标婆婆、花心丈夫，天哪！拥有一个正常家庭就这么难吗？早年侯佩岑在大众心目中是温柔知性的女主播，却在这档节目里亲手打碎了观众对自己的滤镜。早上老公在开电话会议，侯佩岑为了做一顿早餐，进进出出打断他3次。那你还要加蜂蜜吗？还是都可以。鸡蛋要荷包蛋还是炒蛋？老公一边开会还得不断给他回应，简直是职场人的社死。早餐吃不完，侯佩岑又是一连串的责怪，吓得她老公赶紧往嘴里塞面包。这种相处方式好像在管教自己的儿子。侯佩岑时不时就要扔给老公一个小考验。高度紧张的丈夫为母女俩点外卖，要不就是忘点老婆要的汤，要不就是送错地址，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不停的道歉。老公在叫别的，不好意思。哦。老公难得切一次水果，侯佩岑一看表现得这么好，那顺便把午饭也做了吧。没下过厨房的老公只好硬着头皮上，见识了侯佩岑的虎妈式教育，这恐怕是个育儿节目吧。侯佩岑坚持不懈地培养女王的忠犬老公，老公和妈妈打招呼一定要确认妈妈有听到。那你就很 make sure 就是妈妈嗨啊，对。被逼着和他们一起跳健美操，老公偷偷溜到房里，结果被抓个正着。即使拒绝跳操，还必须得坐在一边陪着这对公主。不管侯的老公愿不愿意，丈母娘直接上手帮他刮痧。侯佩岑不停逼问她老公的感受，支支吾吾说不出来，又是一堆责怪。你好意思让妈妈这样骂你？那我真的是……够了，好了，妈。侯的丈夫因为跟不上母女俩的抓马节奏，显得像一个呆头鹅，全程惊恐的小眼神就没消失过。侯佩岑顶着天王白月光的头衔，总是暗戳戳的拉前任出来溜一溜。听谁的话？听妈妈的。早就引起了大众不满，但是观众抵制这对母女，更是因为做了一辈子小三的妈妈林月云。林月云和闺蜜的老公侯世宏私通，生下侯佩岑，后来又和闺蜜的老公邱家雄长期同居，供自己和女儿富有生活。等到邱家雄病重，却又推给原配不管不问。被媒体问到她不光彩的上位经历，林月云却说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能把小三说得这么清新脱俗，果然不是一般人的心理素质。在节目里，一大早母女俩坐在沙发上喝红酒，像在做访谈节目，哭哭啼啼的洗白，拆散了2个家庭，还说自己有多不容易。其实我知道大人的世界并不容易，可是你已经尽你所能。但明显雌竞大师侯妈妈比女儿更知道要怎么和男人相处，她会时不时表白自己的女婿。I love you。女儿发飙，她及时打断；女婿失落，她马上安慰，还总是想方设法替她解围。搞到3点，你太棒了，刚好是我吃饭的时间，我不都是3、4点吃吗？女婿和丈母娘待在一起，反而显得更轻松。我觉得你好像比我懂得。陈松伶和婆婆的关系就没有这么和谐了。酱子怀疑张铎妈妈上节目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逼疯儿媳妇。陈松伶大了张铎8岁，而且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生育，一直没能讨到婆婆的欢心。见面前通电话，婆婆吹着儿子的连环彩虹屁，对儿媳却只字不提。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是非常刻苦的，非常勤奋的，真是非常优秀。连公公都看不下去了，让老婆除了夸儿子，也提一提儿媳妇。就说你老是夸你张铎，你那是找的那对象松松，你咋没听你夸过呢？这个婆婆一见到儿子，就像考拉一样抱着不撒手，对儿媳妇视而不见。给儿子带了1箱子爱吃的，给儿媳带了1袋子吃不惯的大蒜。张铎看了都忍不住黑脸。给他带个算了吧。陈松伶开玩笑，张铎小时候长得胖，婆婆立马翻脸。哪有200斤？你也太夸张了啊！你可不能说我儿子200斤啊！我错了。吃饭一定要坐在夫妻俩中间，菜全部放在儿子面前。一大早夫妻俩还在睡觉，婆婆就自顾自闯了进去。她只听儿子的话，当儿媳妇是空气。松伶给婆婆讲规矩，老太太试图溜走，被儿子一把拉回来，乖乖听讲。洗碗不放洗洁精这件事，婆婆都能自导自演一场大戏。可能是松松看不惯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松松不直接和我说？明里暗里把儿媳妇塑造成坏人，演到激动的地方还要掩面哭泣，结果被儿子无情拆穿。我有说，你说的时候我也听见了。你说过吗？你真的是国家1级演员呐！这到底是婆媳还是情敌？
我婆婆真好。你婆婆也这样，知音。好在父子俩都是支教达人，公公嫌弃的眼神显然也受不了自己的细心老婆，还总让她说话别像诗朗诵一样。陈妈和陈爸打电话，当起范儿就被怼了回去。说话跟着演戏似的，你就正常说话啊！你怎么也跟儿子一样呢？丈夫在婆媳关系里的作用很关键。张铎意外的没有做妈宝男，始终站在老婆这一边。陈松伶担心自己对婆婆的态度会让张铎心里不舒服，张铎让陈松伶真实表达自己。你就真实表达自己就行，就做自己就行。婆婆不听媳妇的话，张铎就在中间充当传声筒，绝不惯这老妈一点脾气。那就不买了，咱就结束今天旅程吗？咱回家吧。气氛紧张起来，还会适时出来幽默一下。林玉珍同志，算了啊，算了啊。堪称高情商老公的典范。这个婆婆像小孩子一样，让人又气又好笑。虽然烦人，但节目效果也拉满了。他们说，他们说你好，我跟他说的是俄语。他不是外国人。杜淳对老婆的态度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丧偶式婚姻。老婆怀孕在家里等他，他在外面和郑恺跳情人。喝酒喝到凌晨才回家，老婆怀孕了不做功课，也不知道什么不能吃。我知道。那你说我能不能喝豆浆？能喝，我就是医生。孕妇不能吃茶叶蛋啊？是吗？那我吃。王灿让杜淳替他剥个橘子，杜淳说自己不爱剥橘子，不情不愿剥了一个，自己还吃了一半。因为上节目，杜淳才第一次陪老婆去做产检。医生问杜淳有什么想了解的吗？杜淳憨憨一笑，我好像没什么问题，我也不太懂。气得酱子拳头已经紧握了。杜淳是圈内出了名的花心，连董璇都说杜淳是个贪玩的男孩。他是一个很贪玩的男孩，没想到会结婚生孩子。杜淳对王灿的形容也更像是一个适合做老婆的人，单纯、善良，也没什么社会经验。在我眼里，我就觉得他一直特别弱小，不知道为什么啊。结婚之后还用前任生日做密码，精准踩中雷点。王灿也只能表示，一点都不在乎，因为我觉得谁没有个前任呢？这很正常。虾米家们觉得哪个家庭最让你感到生气呢？快来评论区激情吐槽吧！关注点赞我，酱子带你解锁更多看点，记得看完片尾再走哦。这里是虾谈鱼子酱，你是我的虾米酱，我们的视频 very good， 点赞、留言和关注，一键3连不耽误，订阅虾谈不迷路。